诸位可曾听说过吸人血的铠甲？这副铠甲不仅拥有自我意识，还会吸食主人精血，能够自由分解重组，化为人形铠甲与人对敌。可惜寄生主人也会被宿主控制，如此强横的铠甲便被一个废柴小伙征服，一同踏上屠神之路。这个男子每天都在做噩梦，每次梦中都会出现一个诡异的神像。男子名叫关宁，看似邋遢，实则身怀异能。望着远处的卡车驶来，他略微瞄准后抛出手中的石子，精准命中卡车玻璃，这是他不为人知的超能力。关宁将车上的驾驶员揪出，手中棍棒不停落下。6年前，他的女儿被人贩子拐走，他不辞艰辛誓要寻回女儿。历经6年，终于找到了人贩子，可惜还未问出就被对方同伙击倒在地。不死心的关宁打开卡车门，里面皆是被拐来的可怜孩童，却依然没有他的女儿。就在关宁倍感绝望之时，警察赶来救出孩童，却误把他当成人贩子抓走。看着警察手中女儿的照片，关宁情绪激动下动手抢夺，慌乱中看到对面轿车车门大开，在警察还未反应过来时逃出警车，正要上车时看到一个女子神情淡然，仿佛已等待他多时，带着关宁急速远去。车上，女子将她的底细一一道出，甚至连她的梦境都有所了解，声称能够帮她寻回女儿。这一下就戳中了关宁的心事儿，跟着女子前往她所在的集团。通过屏幕见到集团总裁正在召开集会，场面如同神明在向信徒传教一般。女子名为图灵，言称靠着集团强大的信息收集能力，已经将她的女儿身份锁定在5名女孩身上。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只见图灵打开一个小说直播，里面的作者正在讲解自己名为弑神的小说。一片荒莽丛林中，男主空文正遭遇一群人的追杀，慌不择路下跑到悬崖边，正当对方正要痛下杀手时，空文的姐姐赶来挡下众多杀手，挥手将空文推下悬崖，将生的希望留给了他。等到他心有不甘，奋力爬回悬崖边，所有的杀手皆已毙命，姐姐却被为首的行脚老僧残忍杀害。这些杀手都是天神赤发鬼的信徒，遵奉赤发鬼的命令前来追杀姐弟2人。空文愤怒下解决了苟延残喘的老僧，正要离去时，老僧身上的黑甲突然化为碎块，骤然暴起，覆盖在空文身上，贪婪吸食着他的血液。一只眼睛在黑甲中央猛然睁开，这副黑甲竟然有着自己的灵智。窥探到空文心中想要复仇的想法，准备与他一同上路，前往皇都斩杀赤发鬼。现实世界中，作者的讲解也到了这一片段，讲到小说中的赤发鬼心有所感，头痛欲裂。与此同时，台上指点江山的总裁轰然倒地不起。这不是他第一次突发疾病，他发现那个赤发鬼的命运与他息息相关，作者笔下的小说也许正在掌控着他的生死。而按照小说的进度，还有3天，赤发鬼就要死在男主空文手中，所以他才要驱使关宁去杀掉那个作者。小说能够影响现实世界，如此荒诞的事情，关宁自然不信。但为了能找回女儿，哪怕付出一切代价也在所不惜。是以关宁即刻动身，找到了作者陆空文的住处，一路跟踪他的行动轨迹，伺机动手，却还是引起了陆空文的注意，只好自称是他的粉丝。哪知对方态度瞬间转变，主动与他讨论起小说的内容，但这也引起了图灵的不满，派手下警告他赶快行动。慌乱中，关宁的笔记本掉落在地，被陆空文捡到，心生好奇，打开了笔记本，其中记载着关宁梦境中的详细情景。隔日，陆空文找到关宁住宿的酒店，将笔记本还给了他。关宁决定将陆空文引入僻静处解决，却都被对方的单纯悄然化解。待2人来到一片旷野，回想起关宁的梦境，陆空文突然灵感如泉涌，掏出关宁的笔记本，奋笔疾书。小说世界中，空文终于来到了皇都，赤发鬼生性暴虐，蛊惑百姓，驱使他们互相争斗厮杀。此时，一队红甲武士闯过街道，沿途无人不敢跪地叩首。看着那颇为眼熟的符号，空文知道这些是赤发鬼的亲兵，一路追逐而去，却意外遇见了一个小女孩，女孩名叫小橘子。2人一同将她逝去的同伴安葬。小橘子吹起短笛以作相送，却不料一个红甲武士被笛声吸引而来，犹如索命修罗般追在2人身后。为求活命，空文只能一路奔逃。
却还是被武士追上。幸好小橘子早已被他调包。危急时刻，小橘子叫住武士动作，武士一步步向他逼近。幸而太阳落山，武士顿时陷入休眠，两人才得以逃离。回到现实，陆空文正要寻找关宁，一颗石子瞬间击中他的大腿。关宁下定决心再次丢出石子，当时击中对方脑门。正当他要彻底将其结果时，忽闻有人正在唱着他交给女儿的歌谣，顿时杀心尽散，循声而去，见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。关宁一路追赶，未能追上，却意外见到了当初逃走的人贩子，拿起一旁的台球将其击倒，痛声质问女儿的下落。哪知6年前他的女儿被拐走，人贩子给他灌下了过量的药，被遗弃荒野，生死不知。得知女儿也许早已不在人世，关宁悲愤之下就要将人贩子结果，未料却被图灵阻止。女儿已死，所有的希望破灭，剩下的便只有复仇。为了让图灵将人贩子交给自己，关宁决定继续刺杀陆空文。画面一转，两人来到一座房顶。自从被关宁砸伤后，在鬼门关前走过一遭的陆空文却感到久违的轻松。多年来醉心小说，以至于碌碌无为，或许一跃而下就能得到永久的解脱。关宁顿时一动，将手伸出，忽然听到陆空文将他也写进了书中。回想起自己脑海中不时闪过的幻象，关宁顿时心有所悟，他的女儿刚好也叫小橘子，两个世界以他作为纽带纠缠在了一起。小说真的开始改变现实世界。此时陆空文突然滑倒，幸而关宁及时出手将他拉回。如今陆空文绝不能死，他回绝了图灵的要求，决定保护陆空文完成小说。而小说世界，空文两人被一帮暴民围住，此时身上的黑甲突发异动，化身为1丈高的怪物，肆意屠杀周围的暴民，如同享受着杀戮的盛宴。不多时便将众多暴民屠戮一空。正要对最后一个孩子动手时，空文一声大喝，制止了他的动作。他发现自己可以控制黑甲，只因黑甲吸食了空文的鲜血，两者已经产生了奇妙的联系。现实世界，关宁撕毁协约，图灵便决定亲自动手。关宁无意间发现一张照片，陆空文解释，他的父亲曾经是那个总裁的合伙人，两人遭遇事故，致使他的父亲离世。门外的图灵听闻此事，心知事有蹊跷的他立刻联系总裁，当年的事故不过是他事有谋利的掩饰。想到此处，他当即宣称退出集团。而同样知晓不妙的关宁带着陆空文前往安全地点继续创作。随着小说即将结尾，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总裁也再次派出了杀手。小说世界，小橘子带着空文来到宫殿山，此处尽是赤发鬼的红甲武士。幸好此时已是夜晚，红甲武士都已陷入休眠，两人畅通无阻来到主殿。眼前的赤发鬼骤然苏醒，身高数十丈，形象狰狞。看着想要杀死自己的空文，赤发鬼来了兴趣，带着他们来到一株苍天古树前。曾经他与空文的父亲是结拜兄弟，两人生出间隙，为了利益，赤发鬼杀死挚友。空文父亲则在他的脑门上留下一柄刀。言罢，空文与黑甲同时向赤发鬼攻来，对方庞大的身躯竟然显得异常灵活，任凭两者使尽浑身解数，也未能奈何赤发鬼。黑甲被对方抓住，碾成碎片，空文也被其压在纸下肆意折磨。忽闻一阵笛声传来，小橘子拿出短笛演奏父亲教授的曲子，只要他吹奏曲子，父亲就会赶来保护他，即使被赤发鬼收进体内，也依旧演奏不停。此时总裁派出的杀手袭击而来，关宁与他们斗智斗勇，却还是被杀手击倒在地。危急之时，幸好图灵及时赶来除掉杀手，可惜道高1尺，魔高1丈，陆空文还是遭到偷袭，身受重伤，被送往医院救治。小说没能迎来结局，赤发鬼依旧活着。看着总裁得意大笑，关宁动手敲击电脑，他要代替陆空文完成小说。而对于小说，创作者便是绝对的主宰。书中的赤发鬼心有所感，只见一个红甲武士自红雾中走出，手中冒蓝火的加特林不断喷射，逼得赤发鬼不停闪躲。在关宁的笔下，红甲武士的战斗力被无限拔高，而黑甲也还有一部分尚在。武士将赤发鬼引到树旁，空文看准时机跃下，抓住了对方头上的刀，武士则抛出斧头斩断赤发鬼2条手臂，随后跃起与空文一同拔刀，两人合力将赤发鬼从中割裂。这个暴虐贪婪的神明终于伏诛，而小橘子也被救出，安然无恙。摘下红甲，面具下的正是关宁。现实世界，小
小说已然完结，陆空文脱离生命危险，一切不法之徒都将难逃法网。而关宁急忙跑出医院，唱起那铭刻于心头的歌谣，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女儿。